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期关于咖啡粉的粒径分析视频。从事咖啡行业的咖啡师都知道，在制作咖啡器具里面，磨豆机是最值得投入的一个环节。咖啡萃取的风味口感，除了豆子本身以外，磨豆机在研磨咖啡豆的均匀程度上，对咖啡风味以及口感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上期的视频已经介绍过，咖啡磨豆机的刀盘有3种：平行刀盘、锥形刀盘以及鬼齿刀盘。在3种不同的刀盘研磨咖啡豆的时候，风味口感各异。咖啡师比较一致公认的就是3种刀盘都有它的优缺点。例如平刀，它研磨出来的咖啡粉是片状的，意式咖啡方面比较好萃取。锥刀、鬼齿刀盘研磨出来的咖啡粉是呈多面菱形的，这种状态的咖啡粉有利于手冲咖啡的均匀萃取。其实在磨豆机高速的运转之下，关于片状菱形颗粒几乎是不存在的。其实更核心的是，咖啡粉的粒径分布才是对于造成风味差异的重点。那么什么是咖啡粉粒径分布呢？简单点来说，就是咖啡粉研磨后，它存在大小不一的颗粒，把每一种颗粒一致的总量相加起来之后，叫做粒径分布。研磨出来的咖啡粉粒径分布的百分比占比多少，会直接影响到咖啡的萃取，同时也会影响到咖啡的风味与口感。市面上检测咖啡粉颗粒状之间分布大小的工具有普通的网筛或者是激光分析仪。普通网筛这个工具操作比较繁琐，是一个精确度不是那么高的工具。激光颗粒分析仪的准确率很高，但是价格也很高，一般的个人是很难拥有的，一般都是企业研究单位才可以使用。还有一款比较简易的叫做 CN200 咖啡颗粒分析仪，是莱特公司所推出专门去做咖啡粉测量粒径的一种仪器。对比激光粒径分析仪来说，相对便宜很多，但是所谓的便宜也需要到$2500，约合人民币17000多元。在经济条件不允许，又想知道自己磨豆机的粒径分布，还是动手用网筛去做分析吧。虽然说精确度不是很高，但总比两眼一抹黑的去研磨要好。这一期的视频不牵涉到哪一种磨豆机刀盘研磨出来的咖啡粉比较好，也不牵涉到用什么样的研磨度去做咖啡冲煮，只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利用简易的工具去检测咖啡磨豆机所研磨出来咖啡粉的粒径分布，供大家参考。所需要使用到的工具其实也是很简单，一台能精确到0.1克的电子秤和一套组合式的网筛。这次使用的这一套组合网筛分别为1000微米孔径、800微米孔径、600微米孔径、450微米孔径、400微米孔径和200微米孔径的组合网筛。这一次使用的是20克的咖啡豆，因为在筛取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咖啡粉损耗，因此使用量大点的咖啡豆能相对弥补咖啡粉的损耗，减少过筛过程中的误差。所需要检测的咖啡豆
可以设定为杯测研磨度，也就是850微米，过筛率能达到75%到80%的咖啡粉。咖啡豆同样也是使用杯测烘焙度的咖啡豆，豆粉设在58至63号之间的豆子。烘焙太深或者太浅的咖啡豆，在研磨过程中，它的粗细颗粒也是会造成不均匀的因素。把研磨出来的咖啡粉重新复称，确定具体投入量以后，导入1000微米孔径的网筛，均匀的摇晃拍打大概30到40秒，然后把网筛内的剩余咖啡粉称重记录，这就是1000微米以上咖啡粉的所占比例。接着把过筛后的咖啡粉导入800微米孔径的网筛内，均匀摇晃拍打30到40秒，把网筛内的咖啡粉重新称重，这就是800微米以上咖啡粉所占的比例。后面就是把剩余的咖啡粉在600微米、450微米、400微米、200微米去分别过筛，直到最后一次200微米过筛后，接盘内的咖啡粉的重量就是200微米以下咖啡粉的所占比重，并且记录下来。大家能看出这一套组合网筛用了6个规格。如果大家想更细致一点的分析，可以用复杂一点的咖啡网筛组合，例如1000微米、900微米、800微米、700微米，直到100微米孔径的网筛。通常来说，我们在做咖啡冲煮的时候，400微米到800微米的咖啡粉的比例越大，在咖啡萃取的时候，所萃取出来的咖啡物质就越均匀。因为在咖啡萃取的过程中，太粗颗粒的咖啡粉可能会造成咖啡的萃取不足，太细的咖啡粉可能会造成过度萃取。也有很多朋友说，可不可以把过粗颗粒和过细的颗粒的咖啡粉给筛除出来，这样的咖啡粉既不会萃取不足，也不会过度萃取。如果大家在冲煮咖啡之前进行这样的筛粉，你感到咖啡好喝的，这也未尝不可。但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咖啡粉中的粗粉与细粉在萃取过程中的物质是会起到干净与多变的特性的，会占到整杯咖啡口感的一定的比重。如果一杯咖啡在没有过细粉的情况下，这一杯咖啡它可能会缺少了层次感，也就是说这一杯咖啡是属于没有灵魂的，也就是 nobody。至于使用什么样的咖啡粉的粗细度去进行咖啡的萃取，这只能是每一个咖啡冲煮师对咖啡粉的粒径所占的比例，以及他对咖啡风味的理解去进行调整。视频的结尾部分，我也把这一次咖啡粉的粒径分析进行了一个数据统计，并做成了图表。大家可以从这张图表上面看得出来，这一台磨豆机研磨出来咖啡粉的粒径是如何分布的。对照粒径分布图，在冲煮咖啡中进行研磨度的调整。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给大家对于自己磨豆机研磨出来的粒径分布能起到一定掌握的作用。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欢迎分享传播，谢谢大家。